听四月说中文。Hello，大家，这周过得如何呢？我再过几天终于要搬家了，最近也都忙着在整理东西，心情蛮忐忑的，但是也有一点小开心。毕竟等了1年的家，终于可以住进去了。不过，其实距离上次搬家也才1年多前，这么密集的搬家呢，以前租屋的时候也有发生过。算下来，我搬家的经验可以说已经超过10几次了，所以想说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费用如何，以及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。那首先呢，不用想也知道，搬家的费用一定和你的家具多少有关系嘛。家具或是要搬的东西越多，费用可能也会更高。不过用家具的件数去算当然是不可能的，而且每一件家具的重量和大小都不一样，也不太好用这种方式去计算。所以通常家具行都是用需要多少车来计算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从你现在的家搬到新的地方，开同一辆车的情况下，需要几次才足够，就会是搬家的费用哦。听起来应该蛮合理的吧？但也就是因为如此，一次能搬多少东西上车，就要考验着搬家工人的功力了。有些搬家工人很会安排，可以将家具刚刚好的塞在一台车上，但是有一些则是可能比较不会为了客人想，或是有可能是公司的政策吧，就有要搬好几趟才可以完成的状况。那以我的经验来说，我都是碰到我觉得还蛮厉害的搬家工人，也很感谢他们都可以在1、2趟就搬完，常常令我非常的惊讶。而除了车子要开几趟来算费用以外呢，还有车子的大小也是和费用有关系的哦。如果你们家家具真的很多，或是有一些特殊的物件，大小比较大一点，需要大一点的车才能比较快搬完，那么搬家公司也会建议选择大一点的车子来搬。当然，费用就会比较贵，但是至少可以更快速或是方便一些，也可能比小车搬多趟还要来得便宜哦。而除了用车趟来计算费用以外呢，另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楼层了。毕竟每个人的住家形态不一样，有些是住在没有电梯的公寓，有一些是一整栋的透天，那有一些则是有电梯的大楼。以搬运工人来说，当然如果有电梯是最省力的嘛，所以通常有电梯就可以减少所谓的上楼费用或是下楼费用。举例来说呢，如果你现在住的地方是没有电梯的公寓，原本的搬家价格就要根据你现在住的楼层，再加上下楼费。那如果你住的楼层越高，就会加越多费用。而如果你要搬去的新地方又是没有电梯的情况呢，就也要另外再收上楼费用。由此可知呢，住在有电梯的公寓或是大楼的搬家费用会是比较低一些的，这点应该是可以谅解的吧？毕竟有一些楼梯不仅不好走，还相当窄，对搬家工人来说也不好搬运，只能说是加给这些工人的辛苦费用了。另外，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状况，像是如果家里大门口到电梯有一段距离啊，或是因为物件太大，需要安排吊车才可以从家里的阳台搬进去，甚至是有一些过重的家具，都有可能会加钱哦。这些特殊情况在找搬家公司报价的时候都会被询问，所以你也不用太担心。那么价格上大概会是多少呢？提醒一下，现在说的都会是台币哦。那虽然每一间搬家公司不太一样，但是以一般的车型来说，一车大概是3000到4000不等。而上下楼的费用呢，可能会是上去一层楼就加收300元到500元。顺便提一下，我的经验是，通常如果是派一台车来，都会是搭配2位搬家工人。我这几次搬家也都是2趟就结束了。所以这样应该很容易去计算吧。像如果我这次的话，就会是2趟车的钱，
也就是大概3000元乘以2，再加上下楼的费用是300元一层楼的话，就会是600元。而因为新的地方是新大楼，所以没有上楼费，那么这样加起来总价就差不多是6600元。但目前我是以最低的价格来计算啦，实际当然还是要等搬家公司报价咯。那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样的价格会不会很贵呢？我是觉得跟现在许多精致搬家比，真的是一点也不贵啊。毕竟是自己花力气整理，再给搬家公司搬运，可以省下很多包装的费用啊，跟整理的费用。当然就是要额外花时间和分类了。不过我觉得透过分类跟整理，也是一个能断舍离的好机会。所以这次我也丢了不少东西，觉得还蛮有收获的。那么听完之后，大家有觉得，搬家费用这样子会很贵吗？你们的搬家经验通常都是花多少钱呢？那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咯。希望这次我的搬家能够顺利，未来再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内容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谢谢您收听我的节目，希望有帮助正在学中文的你。我有将逐字稿放在资讯栏中，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参考。我也会持续的更新，喜欢的话可以 follow 我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